欢迎来到壁话太多。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感觉职场太卷，生活太苦，觉得全世界都在合伙针对你，那今晚这个故事你一定要听听。来想象一下，你60岁那年被一脚踢到了荒无人烟的海岛，别说外卖和网络了，在那儿你连个能说话的活人都找不着，每天只能对着生蚝发呆。换成别人可能已经开始写遗书了，可这位爷爷却对着大海说，这人间真特么好玩，硬生生把流放活成了度假。60岁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他却被扔进了岭南的烟瘴之地。在那个一去一回头，命剩半条走的时代，他却决定和这个针对他的世界达成和解。他用一辈子证明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命运。今晚咱们就来好好聊聊宋朝这位才子苏东坡，看他到底是怎么原谅这个世界的。在你准备放松之前，先点个赞，点下订阅吧。顺便在留言区告诉我，今晚要加班或学习到几点，明早又是几点爬起来去奋斗。我们来比比看，谁最惨，谁最苦。好，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说起苏东坡，大家脑子里可能第一反应就是红烧肉，或者是那句大江东去。但你可能不知道，在他成为那个豁达的东坡居士之前，他其实是北宋政坛上最耀眼的顶级卷王，也是那个差点被生活一锤子砸扁的倒霉蛋儿。在他准备通过美食和诗词原谅全世界之前，世界正打算用最狠的方式教育他怎么做人。其实苏轼这辈子的剧本开头拿的是妥妥的男主剧本。20岁出头，他就带着弟弟苏辙从四川老家出发，一路杀进汴京。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比现在的国考还难，可苏轼偏偏就像开了挂一样，提笔就写，落纸成文。当时的考官是谁？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读完苏轼的文章，惊得手里的茶杯都快掉了，甚至一度怀疑这文章是自己的学生写的，为了避嫌还故意没给第一。后来真相大白，欧阳修感叹说，这年轻人以后肯定要出人头地，我这老头子得给他让路。这个时候的苏轼意气风发，眼睛里是有光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他准备的舞台。他有才华，有理想，还有满腔的报国热情，但他唯一没有的就是职场里的那点圆滑。在那个时代的北宋，朝堂上正闹腾着呢，一边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法派，想要大刀阔斧搞改革，另一边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法派，觉得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乱动。换成聪明人，这时候肯定得看风向，站个队。可苏轼偏不，他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看到新法里有对老百姓不好的地方，他就直接开喷；看到旧法派太死板，他也忍不住吐槽。结果就是他把两头都给得罪光了。这种性格放在职场里，就是那种最让老板头疼的员工。你明明很有能力，但你那张嘴总是能精准地踩在别人的雷点上。苏轼觉得自己是在说真话，但在那些玩权谋的人眼里，苏轼就是个显眼包。他没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才华太盛也是一种原谅不了的原罪。于是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苏轼的命运开始出现了转折。就在他被调往地方任职的时候，他依然没闲着。他在湖州当知州，上任的时候得写个感谢信给皇上，这叫湖州谢上表。按理说这就是个公文模板，大家随便写两句好话就完事儿了。可苏轼是谁啊？他是大文豪，写公文也得带点个人色彩。
他在信里顺带吐槽了一下那些推行新法的官员，意思大概是说，我这人性格愚笨，跟不上你们那些花里胡哨的新动作，我就只会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点事。这句话在现代人看来顶多算是个职场吐槽，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简直就是递给敌人的刀子。那些新法派的小年轻们正愁抓不到苏轼的把柄呢。他们把苏轼以前写的诗集全部翻了出来，字斟句酌地找漏洞。这感觉就像是现在有人翻你10年前的发疯朋友圈，非要从里面解读出你对公司不满的证据。他们说，苏轼在诗里写惠树是在诅咒皇上寿命不长，说他写庄稼人是在讽刺政策收税太狠，反正只要想治你，你连呼吸都是错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当时的御史台，因为院子里种了很多柏树，常年有乌鸦停在上面，所以叫乌台。苏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那些为了抒发情感而写的诗，最后竟然变成了锁住他咽喉的枷锁。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苏轼正在办公室处理公文，突然一群如狼似虎的差人闯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捆了。苏轼当时都懵了，他虽然知道自己嘴欠，但没觉得自己犯了什么死罪。差人们可不管这些，他们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往京城拖。一路上，老百姓都在围观，苏轼垂着头，心里估计在想，这人间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陌生了呢？进了乌台的监狱，那环境可想而知，阴暗、潮湿，充满了腐臭的味道。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审讯官员轮番上阵，通宵达旦地逼问他，每一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在骂谁。苏轼在那一刻第一次感受到了世界的恶意是如此具体和冰冷。他开始怀疑自己坚持的那些理想，自己引以为傲的才华，到底有什么意义？在那几十天的牢狱生活里，苏轼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他甚至已经跟儿子苏迈约好了，如果每天送饭进来是蔬菜和肉，就代表平安；如果送进来的是鱼，就代表死刑判下来了，得准备后事了。结果有一天，苏迈因为要出去筹钱，把送饭的任务托付给了朋友，朋友不知情，高高兴兴地买了一条大熏鱼送了进去。苏轼看到那条鱼的时候，心都凉透了。他觉得人生这一场大戏大概就要在这里谢幕了。他没有嚎啕大哭，而是安静地坐下来，给最亲爱的弟弟苏辙写了2首绝命诗。他在诗里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种跨越生死的兄弟情，听起来真的让人鼻酸。哪怕世界对他如此残酷，他心里最牵挂的依然是那个总是帮他收拾烂摊子的弟弟。但或许是老天爷也觉得，让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就这么消失，实在太可惜了。很多朝廷重臣，甚至是已经退位的曹太后，都出来为苏轼求情。曹太后临终前对皇帝说，当年仁宗皇帝宋仁宗最看好的就是这2个苏家孩子，你怎么能因为几句诗就杀了人家呢？加上王安石也说了一句公道话，安有盛世而杀才是乎？在这么多大佬的保驾护航下，苏轼总算保住了一条命。死罪免了，但活罪难逃。苏轼被贬到了黄州，担任一个叫黄州团练副使的闲职，而且还是本州安置，其实就是取保候审，没工资，没编制，还没自由，每天还得去衙门打卡签到，
从京城的顶级才子到黄州的落魄囚徒，苏轼的人生在那一刻彻底跌到了谷底。但也正是因为跌到了谷底，他才发现原来脚下的土地是这么真实。在去往黄州的路上，苏轼的心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整天想着要改变世界的卷王了，他开始被迫去思考，当世界不再需要你的时候，你该如何自处。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命题。当你遭遇职场危机、感情挫折或者人生的重大变故时，你是选择从此沉沦，还是选择换一种活法？苏轼在这一阶段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在最难熬的时刻，那种和周围人和世界死磕的阶段。这时的他还没学会原谅，他只是感到了疼。但别急，黄州的江风已经吹起来了，那里有最好的猪肉，有最清澈的月光，还有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东坡居士，他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那个在牢房里瑟瑟发抖的苏轼，正准备在黄州的泥土里开出一朵最绚烂的花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文人的遭遇，这是一个生命在被压碎之后重新粘合、重新生长的过程。苏轼被押解到黄州的时候，那是元丰3年的正月初1，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吃饺子，而苏轼正带着长子苏迈，顶着刺骨的寒风，灰溜溜地走在扁辙的路上。这时候的他，哪还有半点大文豪的样儿？胡子拉碴，满脸写着疲惫，活脱脱一个刚从鬼门关爬出来的劳改犯。他心里很清楚，这次能捡回一条命，全靠各路大佬的面子。现在的他不仅没了京城的高薪职位，连基本的生存保障都快断了。刚到黄州的时候，苏轼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地的官员虽然对他还算客气，但毕竟他是戴罪之身，谁也不敢走得太近。最后，苏轼只能带着家眷住进了一座叫定慧院的破庙里。那破庙到处漏风，晚上睡觉都能看见天上的星星。这种落差要是换成一般人，估计早就抑郁了。昨天还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出入的是高宅大院，喝的是陈年好酒，今天就成了破庙里的借宿客，连明天的早饭在哪儿都不知道。苏轼在定慧院住了好几个月，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安静也最难熬的日子。他每天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开始闭门谢客，谁也不见。他开始反思自己这半辈子到底在忙活啥。他在一首诗里写道：缺月挂书童，漏断人初静。你看这画面感，深夜里残缺的月亮挂在稀疏的梧桐树上，四周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苏轼在那儿发呆，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单的鸿鹄，在寒冷的树枝间飞来飞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这种孤独可不是那种没人陪的寂寞，而是一种被世界抛弃的虚无。他以前觉得才华是武器，现在发现才华是累赘；以前觉得理想是灯塔，现在发现理想就是个陷阱。他在这种极度的自我怀疑中整整挣扎了几个月。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那四川人的那股子韧劲儿开始抬头了。他心想，既然死都死不掉，那总得活下去吧，而且得活得像个人样。可是活下去得有钱啊。苏轼当时的身份是黄州团练副使，听名字挺响亮，其实就是个挂名的保安队长，而且还是不发工资的那种。他那一大家子10几口人，吃喝拉撒全是开销。苏轼算了一笔账，
发现自己带的那点积蓄根本撑不了多久。于是，这位曾经动动手指就能拿天价稿费的文坛领袖，被迫开启了极简生活模式。他把剩下的钱分成12份，每份代表1个月，每个月又分成30小份，用绳子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起床拿竹竿挑下1份钱，作为当天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如果还有盈余，他就存在一个竹筒里，用来招待偶尔路过的朋友。这种精打细算的日子，苏轼过得居然还有滋有味儿。他甚至开始自嘲，说自己现在终于学会了怎么当一个勤俭持家的好男人。但即便如此，钱还是不够用。苏轼看着家里那些跟着他受苦的妻儿老小，心里不是个滋味。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叫马正清的好哥们儿出手了。马正清心疼苏轼，跑去跟当地政府求情，说能不能给苏轼找块荒地，让他种点庄稼补贴家用。政府还算给面子，把城东的一块废弃军营地批给了他。那块地啊，简直惨不忍睹，全是乱石子、枯树根，地皮硬得跟铁块一样。苏轼第一次去看地的时候，估计心里也在想，这地方还能长出庄稼来吗？但他并没退缩，脱下长衫，换上粗布麻衣，拿起锄头，正式变成了一个大宋老农。他在这块地的东边坡头上一点点的除草、开荒、播种。也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东坡居士。从此以后，世上少了一个郁郁寡欢的苏官人，多了一个脚踩泥土的苏东坡。你别以为苏轼种地只是为了作秀，他是真干。他修水渠、盖瓦房，还在房子的墙上画满了雪景，给自己的新家取名叫雪堂。在那段日子里，苏轼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也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但他发现，当他弯下腰去亲近土地的时候，心里那种虚无缥缈的焦虑感反而消失了。以前在朝堂上，他每天担惊受怕，琢磨着谁在害他，谁在背后捅刀子。现在在这东坡之上，他只需要琢磨庄稼什么时候浇水，猪仔什么时候该喂。泥土不会骗人，你流多少汗，他就给你多少回报。这种踏实的感觉让苏轼开始了一次深度的精神排毒。他开始意识到，生命中那些所谓的名利、地位、权势，其实都像过眼云烟。你以为你拥有了他们，其实是他们捆绑了你。当他失去了一切，只剩下一把锄头和几亩荒地的时候，他反而找回了真正的自己。他在诗里写：长羡人间卓玉郎，天应奇语点苏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沿海变清凉。他开始学着在苦日子里找乐子。不仅如此，苏轼还发现黄州的物价真便宜啊，尤其是猪肉，在当地是有钱人不屑吃，穷人不会做的贱肉。苏轼心想，这不正好便宜了我这个穷文豪吗？他开始研究怎么炖肉。他发现只要火候足了，时间够了，那红烧肉简直是人间美味。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东坡肉的前身。他在《猪肉颂》里得意地写道：早晨起来打2碗，保得自家君莫管。你看，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初刚下狱时的那种颓丧。他开始和当地的渔夫、樵夫交朋友，他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他是苏轼，他在乎的是今天的鱼够不够肥，
明天的柴够不够干？他在黄州的街头上跟人聊天，要是别人说的没意思，他还会给人家讲笑话。大家觉得这老头挺有意思，虽然落魄，但身上有一股子让人舒服的劲儿。这种状态其实就是苏轼原谅全世界的开始。他不再去恨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因为他发现那些人虽然还在京城斗得你死我活，却永远享受不到这种吹着江风吃着红烧肉的快乐。他也不再埋怨命运的不公，因为命运把他踢到了黄州，却给了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时候的苏轼已经完成了从顶级卷王到生活大师的华丽转型。他在定慧院的孤独里看清了自己，在东坡的泥土里认清了生活。虽然他还没写出那篇震撼千古的《赤壁赋》，但他的内心已经搭建好了一座足以抵挡任何风雨的避风港。人生的路啊，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你是掉进了坑里，其实你是掉进了土里。只要你愿意像种子一样扎根，那些曾经让你疼的苦难，最后都会变成滋养你长大的养分。苏轼在黄州的这一锄头下去，翻开的不只是泥土，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页。在黄州站稳脚跟后，苏轼发现自己面临的最大敌人不是政敌，而是贫穷。但这哥们儿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他总能把苦日子过出花来。虽然顶着个东坡居士的名号在土里刨食，但他毕竟是个脑子转得飞快的文人。既然朝廷不给发工资，那就得靠大自然的馈赠活下去。苏轼在东坡那块地上种了大麦、小麦，甚至还种了些桑树。他每天穿着草鞋，跟当地的农夫混在一起，聊的是哪种肥料好使，哪天的雨水最润。你要是那时候路过黄州，绝对认不出这个满脸泥巴、笑得没心没肺的老头就是曾经名动京城的苏大才子。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一首《东坡八首》，详细记录了自己怎么除草，怎么捡石头。那种对土地的感情是真真切切从指缝里流出来的。这时候的苏轼其实正处于一种精神排毒期。以前在京城，他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些玩心眼的高手，说句话都要绕3个弯。但在黄州，他发现渔夫和樵夫说话最直白，哪怕是骂他2句，他也觉得那是人间的烟火气。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追求的那些功名利禄，其实就像是给自己套上的枷锁。现在锁链断了，他反而觉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在黄州最好的朋友，除了地里的庄稼，还有那一江清澈的江水。他经常一个人划着小船，在长江上飘荡。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喝酒喝高了，半夜3更回到家，家里人早就睡熟了，怎么敲门都没人应。换成别人估计得发火，可苏轼呢？他听着屋里的呼噜声，反而笑了起来。他转身走回江边，坐在石头上，听着江水拍打岸边的声音。那一刻，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里面有一句特别扎心，也特别高级：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他在反思，这辈子到底在为谁活？为什么总是在那些蝇头小利里钻营？这种自省不是那种痛苦的割裂，而是一种温柔的觉醒。他开始明白，世界并没有对不起他，是他以前对自己太狠了。黄州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苏轼的胃口一直很好。他发现黄州的鱼肥美的不像话，而且还没人跟他抢。他自创了一种煮鱼的方法，
先用生姜、葱、橘皮和酒腌渍，等水开了放进去，火候一到，香气能飘出3里地。他这种吃货体质，其实是他生命力旺盛的表现。一个在绝境中还能琢磨怎么把鱼煮得更好吃的人，生活是打不倒他的。这种乐观甚至感染了黄州的所有人。大家发现，这个贬官不仅不丧，反而活得比谁都带劲。他会为了省钱去钻研怎么用最便宜的食材做出米其林水准的菜，还会为了帮老百姓解决困难去研究水利和医药。他在黄州救助过被丢弃的婴儿，组织过抗灾。他把自己从一个被边缘化的囚徒活成了一个地方的精神领袖。他在东坡盖的那座雪堂成了当时文人的朝圣地。虽然他没钱请客喝名酒，但他有最好的诗和最有趣的灵魂。他在墙上画雪，是为了在南方潮湿闷热的夏天里给自己一点清凉的心理暗示。这种精神胜利法被苏轼玩到了极致，但他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超越现实。苏轼在黄州的这种转变逻辑非常清晰。既然外部世界我控制不了，那我就彻底接管我的内心世界。他不再期待皇帝的恩宠，不再幻想重回京城，他只想把眼前的这碗红烧肉炖烂，把脚下的这块地种好。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给了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底气。他开始尝试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觉得那些人在朝廷里争权夺利其实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从未见过黄州这么美的月光，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坡肉。他甚至在信里跟朋友开玩笑说，这里的生活简直是神仙日子，除了没钱啥都好。但话说回来，他在那个地方不用买车买房，孩子不用上国际学校，更不用攀比，活得无欲无求。那有钱没钱其实都一样。可我们呢，大多数人就是为了这些在不断奋斗。但这种幽默感是苏轼最硬的铠甲。当一个人学会了自黑，学会了在泥潭里仰望星空，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崩溃。黄州的东坡成了他灵魂的避难所，也成了他创作的井喷地。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锋芒毕露的才子，而是一个温润如玉的智者。他正准备着用一支笔去丈量整个人生的深度。在黄州的第3个年头，苏轼终于迎来了他文学人生里最炸裂的时刻。虽然他在东坡种地种得挺欢，还研究出了红烧肉的秘方，但作为一个文人，他骨子里那股浪漫的基因是藏不住的。元丰5年的7月，正值盛夏，黄州的夜晚闷热得让人睡不着。苏轼干脆约了几个好哥们儿，划着小船去游赤壁。这里得先插个嘴，苏轼去的这个赤壁，其实并不是当年周瑜火烧曹操的那个赤壁，那是个假赤壁。但对于当时的苏轼来说，真假已经不重要了。他在意的不是历史的坐标，而是那一刻的心境。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江面上白茫茫的一片，水汽和月光混在一起，美得如梦一般。苏轼坐在船头，听着水声，端着酒杯，那种久违的创作欲望像喷泉一样涌了上来。他想起了几百年前曹操在这儿横槊赋诗的时候是何等的威风，周瑜在这儿谈笑间让强敌灰飞烟灭又是何等的帅气。可现在呢，这些英雄人物全都没了，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苏轼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京城受的那点委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连个水花都算不上。你觉得你是个人物，但在时间面前，大家都是打工人，最后都得交班走人。
于是，那篇惊天动地的《赤壁赋》诞生了。苏轼在文章里玩了一个很高级的逻辑：既然人生这么短暂，世界这么无常，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了那点升官发财的事儿纠结呢？你看这江水一直在流，但它其实从来没少过。你看这月亮，有圆有缺，但它本身也没变过。这种变与不变的哲学，瞬间把苏轼从一个落魄官员的身份里拔了出来，直接送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在船上跟朋友说，这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那是大自然给咱们的免费自助餐，只要你想要，谁也抢不走。这其实就是苏轼在跟生活讲和。他不再去想为什么王安石要整他，也不再去想什么时候能回京城分房子，他只想要这一刻的清风明月。这种活在当下的境界，让他在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洗礼。过了几个月，到了10月的一个深夜，苏轼又去了一次赤壁。这次更神，他是一个人去的，还爬到了悬崖顶上。风很大，树影乱晃，他站在高处大声吼了几声，结果山谷里的回音震得他心里发毛。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让他写下了《后赤壁赋》。如果说前一篇是关于人生的思考，那后一篇就是关于生命的体验。他发现，人面对大自然的时候真的很渺小，既然渺小，那就顺其自然吧。这2篇《赤壁赋》，再加上那首霸气十足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奠定了苏轼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在黄州的这种生活状态，其实就是一种降维打击。你们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我在江边写出了流传1000年的文章。你们觉得我倒霉透顶，我觉得我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这种豁达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在黄州的泥土里，在赤壁的江水里一点点磨出来的。他发现，当一个人不再畏惧失去的时候，他就无敌了。他在赤壁写下的每一笔，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疗伤。他原谅了那个曾经心高气傲的自己，也原谅了那个充满了不公的世界。那一夜的酒，苏轼喝得很透。他醉倒在小船上，任由船在江面上飘。他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孤鹤，横跨大江，叫声清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心里无比平静。那个曾经因为一封绝命诗哭得稀里哗啦的苏轼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透了世间繁华，却依然热爱生活的东坡。这种精神上的进化，才是他在黄州最大的收获。在黄州生活的日子里，苏轼不仅在精神上修成了正果，在胃口上也彻底放飞了自我。这位东坡先生如果生在现代，那绝对是1000万粉丝级别的顶级探店博主加美食 UP 主。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如果生活给了你一个大嘴巴子，那你至少得还他一个饱嗝。那时候黄州的猪肉便宜得令人发指，当地的老百姓不太爱吃，觉得这玩意儿又肥又腻，只有实在买不起羊肉的穷人才会碰。但苏轼不这么看，他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敏锐地察觉到这不是猪肉的错，是厨师的错。他开始在自家的血塘厨房里搞起了化学实验。他发现，只要水放得少一点，火候开得慢一点，让时间去当调味剂，那原本被嫌弃的肥肉就会变得像琥珀一样剔透，入口即化，肥而不腻。他专门写了一篇猪肉颂，这简直就是一份详细到保姆级的烹饪指南。他在这篇猪肉颂里吐槽：哎呀，黄州的这个猪肉好啊，价钱贱得像泥土，中产以上不屑一顾，穷人们又不会煮。
他每天早上起来就炖上这么一锅，这种踏实和满足感是任何高官厚禄都给不了的。这就是后来传遍大江南北的东坡肉。你看，苏轼这种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能把生活的苦水硬生生地熬成一碗浓稠的肉汤。除了猪肉，苏轼对大自然的一切馈赠都充满了好奇。他发现黄州的竹笋很鲜，就发明了笋煮肉。他发现野菜也有滋味，就搞出了东坡羹。他这种对食物的热情，其实是他对生活热情的延伸。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还能对着一盘菜流口水，那他的灵魂就还没干枯。他在这些烟火气十足的琐碎里，找到了一种对抗生活虚无感的终极武器。他在黄州还闹过不少关于吃的笑话。有一次，他在江边捡到了一些还没长大的小鱼，就兴冲冲地带回家研究怎么做鱼汤。他一边流着哈喇子，一边感叹：这人间的美味怎么就这么多呢？这种乐观的情绪甚至影响了他的家人。以前跟着他受苦，妻子王润之可能还有点埋怨，但看到苏轼整天在厨房里忙活得这么开心，家里人的心态也跟着平和了。苏轼这种吃货哲学里其实藏着很深的智慧。他发现，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舌尖上的咸淡与火候的精准时，那些所谓的什么职场焦虑和政治斗争就全被隔绝在了厨房门外。红烧肉成了他的禅，锅碗瓢盆成了他的木鱼。他在氤氲的真气中原谅了那些在京城里想方设法让他挨饿的人。他甚至觉得，那些人每天吃着精美的宴席，却要算计人心，远不如他在这破房子里大口吃肉来的爽快。这种状态下的苏轼是无敌的，他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审判的犯人，而是一个主动拥抱生活的玩家。他开始教当地人种菜，教大家怎么处理食材。他在黄州的这些年，不仅把自己喂胖了，还把原本荒凉的东坡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乐园。所以啊，当你有时候觉得日子过不去的时候，不妨学学苏轼，别急着去解决那些解决不了的大难题，先给自己做顿好吃的。当你的胃里填满了温暖和满足，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苏轼在黄州的这一锅红烧肉，炖掉的是他前半辈子的执念，炖出来的是他后半辈子的旷达。他的人生因为有了这些烟火气，才变得真正有滋有味。在黄州当了4年的边外农民后，苏轼的命运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元丰7年，神宗皇帝可能也是想起了这位老朋友，下令让他搬个地方挪到汝州去。虽然还是贬官，但起码离京城近了，待遇呢也稍微给提了点。可谁也没想到，这只是大戏开幕前的序曲。第2年，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实权落在了这个高太后手里。高太后可是苏轼的死忠粉，她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苏轼这帮被排挤的老臣全部召回京城，而且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短短10几个月的时间，苏轼从一个在黄州刨地的农民，一路飙升到了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个什么官呢？简单说，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长，专门负责起草诏书，那可是核心权力圈里的核心啊。苏轼回京那天，汴京城都轰动了，老百姓都想看看这位写出大江东去的传奇人物到底长啥样。这时候的苏轼似乎迎来了人生的第2春，重回巅峰，风光无限。
但这种巅峰其实是一场巨大的误会。苏轼回到朝廷后发现，当年的死对头新法派确实是被按下去了，可现在的当权派，也就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旧法派，做事也挺绝。他们为了反对而反对，打算把新法里的所有东西一把火全烧了，哪怕是其中一些对老百姓确实有好处的政策也不放过。苏轼那股直男劲儿又上来了，他在黄州种过地，他知道哪些政策是真的利民，哪些是真的扯淡。于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苏轼开始公开反对司马光，他觉得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废掉他所有的功劳。这下可好，原本以为他是自己人的旧法派觉得苏轼是个叛徒，而还没缓过劲来的新法派依然把他当成死敌。苏轼瞬间变成了政坛上的孤勇者，两头不讨好。他在奏折里感叹自己就像个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种最惨中间派的处境让苏轼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累。在黄州的时候，他虽然穷，但心是自由的，他可以对着江水吼2声。但在京城的权力漩涡里，他发现大家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大事，而是派系斗争，谁官大听谁的，谁人多谁就有理。这种环境对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就是慢性自杀。苏轼开始意识到，重回巅峰并没有让他更快乐，反而让他怀念起黄州那块并不肥沃的东坡地。他在京城的高宅大院里，甚至梦见过自己在血塘炖肉的场景。他发现，当一个人见识过真正的自由和豁达后，再让他回到这种规矩森严、尔虞我诈的职场，那种痛苦是翻倍的。他尝试过调和，尝试过原谅这些政敌，但发现政治这玩意儿有时候根本没有原谅的空间。既然在京城待得憋屈，苏轼干脆递了辞呈，他主动要求外调，去杭州当知州。他说，我这人天生就不适合玩权谋，你们在这儿斗吧，我还是去西湖边给老百姓修修堤坝比较实在。这其实是苏轼的一次主动撤退，也是他人生智慧的体现。如果环境让你变得不再像你自己，那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重回巅峰的这段经历，让苏轼彻底看清了权力的虚幻。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辈子，位置站得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脚有没有踩在实地上。他带着一种近乎解脱的心情离开了汴京，前往杭州。这一走，他彻底告别了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权力中心，也让他离那个最终原谅全世界的自己又近了一步。他不再幻想着改变大宋的官场，他只想在西湖的涟漪里找回那个失落已久的自我。苏轼离开京城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松了一大口气的。他这一走，直接去了杭州。杭州可是他的福地，当年他在这儿当过官，现在重回旧地，简直像是回到了初恋的怀抱。他主持修了苏堤，疏浚了西湖，老百姓爱他爱得不行。但好景不长，大宋的政坛就像6月的暴雨，说变就变。高太后去世了，年轻的哲宗皇帝亲政。这位小皇帝心里憋着一股火，他要把当年被太后压制的新法派全给招回来。这一下轮到苏轼这帮老臣倒霉了，但这回的打击力度比上次乌台诗案还要狠。苏轼已经50多岁了，在这个古代人基本能当爷爷的年纪，他接到了一个让他全家都倒吸一口凉气的命令，贬往惠州。在那个年代，岭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广东一带，
那是妥妥的荒蛮之地，不仅气候潮湿，还有各种奇怪的传染病。外地人去了，基本就是九死一生。苏轼带着家小南下，一路上风餐露宿，很多人觉得这回苏老兄肯定要交代在路上了。可苏轼呢，他到了惠州一看，第一反应居然是：我勒个去，这里的果子还真多。他完全没有那种垂头丧气等死的感觉。虽然惠州确实落后，连买双合适的草鞋都费劲，但苏轼发现这里的气候虽然热，却孕育出了各种奇奇怪怪、甜到心里的水果。最让他惊喜的就是荔枝。他在京城的时候，荔枝那是只有皇亲国戚才能偶尔尝鲜的奢侈品，还得靠千里马昼夜不停地运送。结果到了惠州，好家伙，荔枝漫山遍野都是。苏轼这个顶级吃货瞬间原地复活，他每天提着篮子坐在树底下开吃。他在诗里写下了那句全中国人都背过的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你听听，这哪是受苦啊，这分明是在炫耀嘛。当地人看这个老头吃得满脸红光，都觉得不可思议。大家都觉得这里是地狱，他却硬生生把这里活成了水果自由。苏轼这种逻辑也很有意思，既然朝廷把我扔到了这个没人管的地方，那我就彻底享受这里的阳光和特产。他在惠州甚至开始研究怎么用荔枝酿酒，怎么用当地的药材调理身体。在惠州的日子里，苏轼不仅自己活得滋润，还闲不住地帮当地人干活。他发现这里的井水不干净，就建议当地政府引山泉进城。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雏形。他还在那儿修桥，为了省钱，连皇帝赏赐给他的腰带都捐了出去。他觉得只要能帮老百姓办成事，他这个贬官就算没白当。这种心态的转变是非常深刻的。在黄州时，他还在努力尝试自救；到了惠州，他已经开始普度众生了。他不再计较个人的荣辱，他觉得只要有一口荔枝吃，有一件实事做，在哪儿都一样。他原谅了那个把他踢到天边的朝廷，甚至原谅了岭南那闷热的让人窒息的气候。苏轼在惠州甚至找到了某种回归自然的状态。他在信里跟弟弟苏辙开玩笑说，这里的人说话虽然听不懂，但笑脸是真的。这里的房子虽然破，但月亮是圆的。他用一种近乎阿 Q 式的幽默瓦解了命运对他的所有恶意。那些想看他笑话的人，最后发现苏轼在惠州活得比在京城还要有滋有味，这大概是对政敌最大的反击。他在惠州其实是人生哲学的一次进阶。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改变不了环境，那你就学着适应它。舌头去尝好吃的，眼睛去看好看的。当一个人学会了在荒野里采蜜，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地方能称之为绝境之地。苏轼在惠州一边剥着荔枝，一边平复那颗历经沧桑的心。在惠州吃荔枝吃得正嗨的苏轼，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豁达的性格居然也能招来横祸。那时候他在惠州写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写到他在岭南的生活状态，里面有句诗的意思大概是：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5更钟。意思是说，我这儿虽然是被贬，但我每天睡得可香了，连道观里的钟声都得轻点敲，生怕吵醒了我的美梦。这首诗传回京城，传到了权臣张敦的耳朵里。张敦以前跟苏轼是好哥们儿，后来为了往上爬成了死对头。他一看这诗，心里的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好你个苏子瞻，
我把你贬到那瘴疠之地，是让你去反省受罪的。你倒好，在那儿睡得挺香，还吃上荔枝了。行，嫌惠州太舒服是吧？那我就送你去个更绝的地方。于是，一道新的调令发了下来，贬往儋州。儋州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海南岛。在北宋人的眼里，去海南岛那可不叫出差，那叫阳间最后的一站。那时候的海南岛还没开发，是一片孤悬海外的荒岛，隔着茫茫大海，医疗条件约等于零，土著语言完全不通。最狠的是，张敦这次还加了个附加条件，不准苏轼住在官舍里，意思就是你连个公家的破瓦遮头都别想有。这一年，苏轼62岁了，在那个年代，这把年纪还得横跨琼州海峡去闯鬼门关，基本上就是宣判了死刑。临走前，苏轼跟家人抱头痛哭，他把家产分了，把后事都交代好了，只带着小儿子苏过，抱着一种必死的决心，踏上了南下的路。你以为苏轼这回总该崩溃了吧？结果这哥们儿到了海南，稍微缓过劲儿来，那种打不死的精神又冒头了。没地方住，没关系，他和苏过在城南的一片槟榔林里，自己动手盖了几间草房。他给这几间漏雨的草屋取了个特别雅致的名字，叫光廊庵。在海南的日子真的不是一般的苦，没米吃他就喝芋头粥，没药医他就自己研究当地的草药。他甚至在信里跟朋友吐槽说，这里没肉吃，没菜吃，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但最绝的是他接下来的逻辑，他说，既然这儿啥都没有，那我也就啥牵挂都没有了。他开始研究怎么从海里捞生蚝，研究怎么用火烤出鲜美的味道。他在信里偷偷告诉儿子，这吃法千万别让朝廷那帮人知道，万一他们知道了，肯定得跑来跟我抢。面对命运这种近乎凌辱的对待，苏轼没有选择控诉，而是选择用一种近乎荒诞的幽默感把它消解掉。他原谅了张敦的恶毒，因为他觉得张敦虽然掌握着权力，却永远体会不到在荒岛上吃一个烤生蚝带来的那种单纯的快乐。他甚至开始在海南岛办起了学校，他发现这里的孩子虽然穷，但眼神很清亮，他就教他们读书识字。后来，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考上举人的人，就是苏轼的学生。苏轼在海南的这一跳，跳出了政治的狭隘，跳进了文明的荒原。他在这种极度的匮乏中，发现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强大到什么程度。他在海南写的文字越来越平和，越来越有一种看透生死后的通透。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在天涯海角探险的老顽童。这种状态其实就是他原谅全世界的最高级阶段。当世界剥夺了你的一切，你发现你依然拥有快乐的能力，那你就是真正的赢家。在海南岛儋州的日子，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荒野求生。但这可不是电视上那种带着精良装备的秀，苏轼是真的一脚踩进了求生模式。他62岁那年跨过琼州海峡的时候，其实已经做好了把骨头埋在这片沙滩上的准备。那时候的海南可没有什么5星级海景房，只有没完没了的瘴气、毒虫，还有听起来像外星语一样的方言。苏轼在这里遭遇了人生中最高等级的物质匮乏，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列了一张清单，听着都让人心碎。他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
冬无炭，夏无寒泉。你看，活下去的基本需求全被切断了。要是换个文人，估计每天得对着大海写800首伤感诗，然后郁郁而终。但苏轼是谁啊？他是那种掉进枯井里都能研究井壁苔藓美不美的奇人。他发现，虽然没有大宋官场那些精致的排场，但大海是公平的。他带着儿子苏过去海边看当地渔民打捞海产。他第一次见到生蚝的时候，眼睛都亮了。他尝试着把生蚝剖开，用姜料洗一下，再加点酒煮一煮，或者干脆放在火上烤。他兴奋地给儿子开玩笑说：“你可千万别把这美味告诉朝廷那帮大官，万一他们听说了，肯定都争着要被贬到海南来，那我就没得吃了。”这种幽默感其实是他在极端绝望中撑起的一把保护伞。他原谅了那种食不果腹的窘迫，因为他发现人类最基本的欲望被满足时，那种快乐反而是最纯粹的。他在儋州没有因为没书读而在精神上枯萎，反而开始研究当地的药材。他发现当地人迷信，生病了就杀牛祭神，他就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告诉他们草药治病的道理。他在这一刻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救赎的囚徒，而成了这片荒岛上的光。他在槟榔林里盖的那间草房光廊庵，虽然每逢大雨就漏得像水帘洞，但他却在那里写出了最深沉的哲学思考。他发现，当一个人被剥夺到只剩下生命本身的时候，你才能看清什么是多余的。那些曾经让他彻夜难眠的诋毁，那些让他义愤填膺的争斗，在海南潮湿的海风中被一点点地吹散了。他甚至开始教当地的黎族子弟读书，没有纸，他们就在地上画；没有墨，就用植物枝叶代替。苏轼在这些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神里，看到了生命的传承。他意识到，原谅全世界并不是一种委曲求全，而是一种发现美好的能力。他在这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用自己的才华和善意种下了一颗文明的种子。这段海南生活是苏轼人生中最黑暗的隧道，但也正是这段隧道让他彻底通往了内心的光明。他学会了和孤独握手，学会了在贫瘠中寻找丰盈。当他穿着黎族的衣服，带着大竹笠，在泥泞的小路上和当地老农聊天时，他已经不是那个宋朝的大才子了，他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这种极致的平和，让他拥有了原谅一切恶意，拥抱整个荒凉的终极力量。在儋州的深处，苏轼完成了一次彻彻底底的灵魂升级。如果说黄州的苏轼是看开了，那么海南的苏轼就是看穿了。这种看穿，不是那种对人世间的冷漠，而是一种近乎神性的慈悲。他在那间漏雨的光廊庵里，不再去想自己是怎么被政敌排挤到这儿的。他开始琢磨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既然我已经到了天涯海角，那我和这天、这地、这海还有什么区别呢？他在儋州最著名的生活状态就是和，他跟当地的黎族老百姓相处的像亲兄弟一样。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中原人看少数民族是带着天然的优越感的，但苏轼完全没有。他甚至会穿着当地人的破衣服，跟老农一起坐在田埂上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就随便找个大石头一躺，吹着海风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周围的野狗围着他转，他也不生气，还觉得这狗挺有灵气。这种与万物和谐共处的境界，就是他决定原谅全世界的底色。有一次，
他在信里跟朋友说了一段很有哲理的话，大意是说，普天之下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坏人，都是好人。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个老好人的鸡汤，但你得看是谁说的。这是一个被冤枉入狱、被贬谪大半辈子、被扔到荒岛上等死的人说的。当苏轼说出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陋鱼儿，眼前全是好人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内心的所有仇恨、愤怒和委屈全部转化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温柔。他原谅了张敦，原谅了那些在背后捅他刀子的同僚。他觉得那些人其实也挺可怜，他们被权力的欲望锁在汴京那座大囚笼里，每天担惊受怕，完全感受不到海南这种采菊东篱下的纯净。苏轼甚至在海南开始修治、办学，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这片接纳了他的土地留下点什么。这种内心的春天，让他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保持一种孩子般的好奇心。他研究当地的物产，甚至教当地人如何更好地制墨。他在这些琐碎的劳作中，发现了一种永恒的安宁。这种安宁不是死寂，而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宁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春天不在于天气，而在于内心。如果你的心里有花，那儋州的荒原就是百花园。他在儋州写的诗，字里行间透着一种透明的质感。他不再用那些华丽的词藻去证明自己的才华，他只是在记录生活。这种返璞归真的状态，是无数修行者梦寐以求的终点。而苏轼在命运的毒打下，竟然在海南的海浪声中提前抵达了。那一刻，他真的原谅了全世界。不是因为世界变好了，而是因为他变得更强大、更包容了。他在儋州的每一个日落中，都能看到生命的壮丽。这种壮丽超越了政治上的得失，超越了物质上的匮乏。他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心里想的是：这人间我来过，我爱过，我在这儿种过地，教过书，喝过酒，这一切已经足够了。这种满足感让他彻底摆脱了受害者的心态，成为了自己命运的真正主宰。在海南岛住了3年后，苏轼终于等到了那个他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听到的消息。元符3年的5月，大赦天下的诏书跨过重重海浪，送到了这个连邮差都嫌远的地方。哲宗皇帝去世了，徽宗召集上台。这位文艺青年皇帝对苏轼这种文坛泰斗那是相当崇敬，立马下旨要把苏轼召回北边。那一刻，整个儋州的老百姓都轰动了，大家围在苏轼那间漏雨的草屋前，又是送干粮，又是抹眼泪。如果你觉得苏轼这时候会表现得欣喜若狂，那你就太不了解这位老顽童了。他看着那张盖着红印的大赦诏书，只是淡淡的笑了笑，然后像往常一样慢悠悠地收拾起他那几件补了又补的破衣服。对他来说，回去不是为了重掌大权，也不是为了扬眉吐气，仅仅是因为他想在临走前再看一眼家乡的河山。他在这片荒岛上已经把灵魂磨练得像金刚石一样透明，回京还是留守，在他眼里其实已经没什么分别了。渡海北归的那天晚上，海面上波平如镜，月亮大得惊人。苏轼站在船头，看着身后渐渐模糊的海南岛，写下了那首极其通透的诗：九死南荒无不恨，兹由其绝冠平生。
你看看，这就是苏轼那无敌的心态。别人觉得这是九死一生的受罪，他却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奇妙、最爽的一场旅行。他不仅没有恨那个把他扔到这儿的朝廷，反而感谢这段经历，让他看清了生命的真谛。这种原谅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和解。归途中的苏轼成了一道移动的风景线。他每路过一个城市，当地的官员、文人，甚至普通的贩夫走卒，都会倾城而出来围观这位大偶像。大家发现，这个传闻中受尽折磨的老头，竟然面色红润，眼神清澈的像个孩子。他在雷州见到了弟弟苏辙，两兄弟在阔别多年后再次重逢，没有抱头痛哭，而是相视一笑。苏轼跟弟弟讲他在海南怎么吃生蚝，怎么修房子，听得苏辙又心疼又想笑。这时候的苏轼心态已经到了一个无敌的境界。他在路过常州的时候，看到运河两岸站满了欢迎他的百姓，他会调皮地摘下帽子向大家打招呼。他在信里告诉朋友，这一路上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觉得哪怕是一棵路边的野草都长得非常有逻辑。他不再去打听朝廷里的那些派系斗争，也不再关心谁又当了宰相。他像一个已经卸下所有装备的顶级玩家，只想着怎么享受这款叫人间的游戏最后的一点时光。他在归途中的每一次停留，其实都是在跟过去告别。他回到了曾经被贬的地方，去看了看那些曾经帮过他的老农，也去祭拜了那些已经离去的老友。他发现，时间其实是最好的过滤器，它会帮你滤掉所有的愤怒和不甘，最后剩下的只有感激。他感激那些让他疼过的苦难，因为没有那些苦难，他就写不出那些震撼灵魂的文字。他感激那些背叛过他的人，因为没有那些背叛，他就发现不了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永不凋零的春天。这种落日余晖般的平静，让苏轼的晚年散发着一种极其迷人的光芒。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海南的湿气已经钻进了他的骨头里，但他一点也不焦虑。他觉得这一辈子活得实在太值了，该写的写了，该吃的吃了，该爱的爱了。他走在归乡的路上，步履轻盈，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泥土，而是云朵。这种彻底的自由，是他在那个决定原谅全世界的瞬间就已经握在了手里。在苏轼那段跌宕起伏的流浪人生里，要是没了他身边那群死忠粉朋友，这出戏可能会显得有点太悲凉了。苏轼身上有一种神奇的磁场，不管他被贬到多么穷乡僻壤的地方，总能吸引一帮有趣的人聚在他身边。他不是那种高冷的大才子，他是那种会跟邻居借火烤地瓜，跟路边卖菜的老奶奶聊家常的接地气儿的那种人。他在黄州的时候，身边围着一群僧人、道士和落魄文人，最出名的要数那位叫佛印的和尚。这俩人的关系简直就是大宋版的脱口秀搭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斗嘴互损，那玩得不亦乐乎。有一次，苏轼觉得自己修禅有进步，写了一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让人送给佛印看。佛印看完之后，只回了2个大字：放屁。苏轼气得立马坐船过江去找佛印理论。结果佛印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轼一看，顿时大笑。这种能在精神层面上互相拉扯，又能在生活里互相消解的朋友，成了苏轼对抗孤独的良药。
除了这些精神上的道友，苏轼身边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甚至有点憨的好哥们儿。比如前面提到的马正清，这位老兄在苏轼最穷的时候，满头大汗地跑去帮他求地，陪他开荒。这种朋友不是冲着苏轼的名气来的，而是冲着苏轼这个人来的。在这些朋友眼里，苏轼不是什么文学泰斗，而是一个需要被照顾，偶尔还会犯点迷糊的老大哥。还有那些在苏轼流放途中冒着丢官甚至掉脑袋的风险也要去见他一面的地方小官员。他们知道苏轼是戴罪之身，走得太近可能会被政敌盯上，但他们还是管不住自己的脚。有的人会偷偷送点家乡的土特产，有的人会陪他喝一晚上的闷酒。苏轼对这些人从来不摆架子，他会极其认真地给他们写回信，哪怕只是聊聊最近的身体状况。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实源于苏轼对人性的那种极致的包容。他原谅了世界的残酷，所以他能看到每个人身上那一抹微小的光。他曾经开玩笑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见的每个人都是好人，全都是好人。这种对人的信任和善意，让他无论流浪到哪儿，都能迅速组建起自己的朋友圈。这些朋友不仅是在物质上帮了他，更是在精神上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回音室。当你在读苏轼那些信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在写公文，而是在跟老朋友那种掏心窝子的认真和坦诚。这种真诚让那些追随他的人感到，爱苏轼不仅仅是爱他的才华，更是爱那种在苦难中依然能笑出声来的生命力。这些朋友就像是苏轼人生长河里的点点星光，虽然不能照亮整片黑暗，但足以让他看清脚下的路。苏轼原谅了全世界，而这群朋友则是世界给他的最好回赠。在苏轼那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如果说那些朋友是星光，那他的弟弟苏辙就是他脚下最坚实的大地。在中国历史上，名人兄弟不少，但能像苏轼和苏辙这样把兄弟情活成一种生命信仰的，真的找不出第二对。苏轼这辈子活得像个风筝，飞得高，但也飘得凶，而苏辙就是那个永远在地面上，哪怕手被勒出血，也死死拽住绳子的人。苏辙的性格和苏轼完全相反。苏轼是那种老夫聊发少年狂的火热性格，满脑子奇思妙想，嘴上没个把门的。而苏辙则沉稳内敛，逻辑缜密，活脱脱一个成熟的爹系弟弟。苏轼在外面闯了祸，写了吐槽诗，被抓。苏辙第一时间不是埋怨，而是上书给皇帝，说我愿意把我的官位全部消掉，只求给哥哥抵罪。这种只要哥哥能活，我怎么着都行的劲头，成了苏轼在监狱里敢于活下去的唯一底气。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家都会唱，但很多人忘了，这首歌其实是苏轼写给苏辙的。那时候两兄弟7年没见了，苏轼在密州对着月亮喝闷酒，心里想的全是弟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是写给什么恋人的，那是写给苏辙的深情告白。苏轼曾说，他这一辈子最快乐的事，就是跟弟弟一起坐在家里对床听雨。这种简单到极致的愿望，支撑着他走过了几千里的流放路。苏轼在流浪的时候，不管到了多穷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给弟弟写信。他会详细报告自己最近又开发了什么新菜，海南的生蚝好不好吃，
甚至连自己掉了一颗牙都要跟弟弟唠叨半天。而苏辙呢，不管自己是在朝廷当大官还是跟着被贬，他永远是苏轼最忠实的读者和最靠谱的后勤。苏轼在海南没钱用，苏辙就省吃俭用，想尽一切办法寄钱过去。苏轼在黄州没地种，苏辙就四处托人找人帮忙。这种深情其实也是苏轼能够原谅全世界的重要原因，因为他知道，无论全世界怎么抛弃他、误解他、打击他，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人会无条件地站在他这边，永远觉得他是那个最棒的哥哥。这种被深爱着的安全感，让苏轼的内心始终有一块地方是柔软且温暖的。他不需要去恨那些政敌，因为他的爱已经太满了，满到装不下任何恨意。苏辙曾评价哥哥说：“我哥哥的一生就是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而苏轼则对弟弟说：“我这辈子如果不认识你，我可能早就死在某个阴沟里了。”当苏轼晚年北归，再次见到苏辙时，两个老头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那一刻，所有的苦难都变成了背景板。苏轼原谅了那个让他漂泊一生的命运，因为命运虽然给了他无数的磨难，却给了他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弟弟。苏轼的生命在常州的夏天里渐渐走向了终章。那时候的他刚从海南死里逃生，北归的路上，身体其实已经透支得像一张薄纸。海南的湿气，常年的奔波，加上已经65岁的高龄，一场突如其来的感冒让他彻底倒下了。但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苏轼依然保持着那种让人惊叹的潇洒和幽默感。当时他的床边围满了亲人和朋友，大家看着这位一代宗师日渐消瘦，心里都难受得不行，但苏轼却很淡定。他甚至还跟陪在身边的朋友开玩笑。有人劝他：“东坡先生，您得使劲儿啊，加把劲儿，把病扛过去。”苏轼听了微微一笑，轻轻回了一句：“着力极差。”意思就是说，如果这种事儿还要用力，那境界就低了。这哪是在生病啊，这简直是在展示一种高级的人生态度。他觉得生命就像他写过的那些诗，有起承转合，也得有戛然而止。他已经活得足够精彩，在这个人间玩得足够尽兴，现在该是交卷离场的时候了。他在临终前对守在身边的3个儿子说：“我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我觉得我死后不会下地狱。”这种自信不是那种自大，而是一个人对自己人格的最终确认。他原谅了那个曾经笨拙的、冲动的、总是说错话的自己，他也相信这个世界终究会记住他的善意。他最好的朋友维林和尚凑到他耳边说：“先生，这个时候您可得想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儿啊。”苏轼虽然已经虚弱的睁不开眼，但还是嘟囔了一句：“西方不无，但各里着力不得。”意思还是那句：别费劲了，顺其自然吧。这种随缘的逻辑贯彻了他的一生。他觉得，如果为了去天堂而拼命折腾，那还是没看透。苏轼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常州的空气里似乎还残留着他那爽朗的笑声。他没有留下什么慷慨激昂的遗嘱，也没有要求后人去报复谁。他就像一团燃烧的最旺的火焰，在耗尽了最后一丝热量后，安静地熄灭了。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黄金万两，只有那一屋子的书稿和一世的好名声。他告别了这个人间，
但这个人间从此多了一个永恒的灵魂。很多人觉得苏轼的一生很悲惨，被贬了一辈子，流浪了一辈子，但在苏轼自己看来，这人间太好玩了。那些苦难不过是游戏里的关卡，让他见识了更多不一样的风景。他在合上眼的那一刻，心里应该是满足的。他原谅了所有想让他哭的人，因为他最后是笑着离开的。他用一个潇洒的背影告诉后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真正困住一个自由的灵魂。故事讲到这里，苏东坡的一生就像一首漫长却高亢的歌，终于落下了最后一个音符。回顾他这60多年的人生，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逻辑，他并不是天生就这么豁达，也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原谅全世界。年轻时的苏轼其实是个极其骄傲，甚至有点锋芒毕露的才子。他爱才也炫才，他觉得凭自己的脑子，这世上就没他搞不定的事儿。但生活最擅长的就是打脸，而且是换着花样的打。从乌台诗案那阴冷潮湿的死牢，到黄州那块满是乱石的东坡，从惠州那漫山遍野的荔枝，到儋州那荒无人烟的漏雨草屋，命运像是一个顽劣的导演，一次次把苏轼推到悬崖边缘，看他会不会崩溃，看他会不会求饶。可苏轼交出的答卷让所有人都看傻了。他没崩溃，也没求饶，他竟然在这些苦难里活出了一种顶级脱口秀的质感。他原谅了全世界，这并不是一种软弱的妥协，而是一种看透本质后的慈悲。他发现那些折磨他的、陷害他的、想看他笑话的人，其实和他一样，都是这浩瀚宇宙里的一粒微尘。既然大家都是在时间的长河里漂泊，又何必带着恨意上船呢？苏东坡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重新定义了成功。在那样的时代，大家都觉得当大官、握大权才是成功。可苏东坡用一辈子告诉我们，能把苦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能在深渊里抬头仰望星空，能在满身泥泞的时候还记得给路人一个微笑，这才是真正的成功。他原谅了那个让他受尽委屈的大宋朝廷，因为他知道权力的更替是暂时的，而文字的生命力是永恒的。所以当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再次读起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时，我们感受到的不再是那个流浪者的辛酸，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生命能量。苏东坡把苦难当成了酿酒的曲，把流放当成了游山玩水的船。他在那一刻决定原谅全世界，其实是把自己从所有的负面情绪中彻底释放了。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告诉每一个正在焦虑、正在受挫的你，生活或许不尽如人意，但只要你愿意，你总能从那堆乱石里种出属于你自己的东坡。这一场关于东坡的讲述到这里就真的要画上句号了。远处的月亮很亮，但不刺眼，它温柔地洒在你的身上，微风吹过，带着江水特有的清凉，把你一整天的疲惫都慢慢带走了。现在的你只需要沉入这片宁静，你的呼吸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稳。你正在走进一个最温柔、最宽阔的梦境，在那里没有流浪，只有回家。